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石黑诚志先生所著的《肌肉可以预防癌症》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通过力量训练释放大量抗炎症物质，癌症和全身的炎症都会消失；第二，从每天2分钟的处肌生活开始，改变您的命运。首先是第一部分。通过力量训练释放大量抗炎症物质，癌症和全身的炎症都会消失。开始进行解说。这个标题揭示了本书最重要的主张，那就是肌肉可以防止癌症。如果您继续观看这段视频，你会明白肌肉不仅能防癌，还能通过消除全身的炎症来预防各种疾病，并且与抗衰老、返老还童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肌肉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极其重要。大家可能会为了应急情况而存钱，但在关键时刻，真正保护您的不是金钱，而是通过不断积累肌肉的储积。作者石黑先生是一位消化外科医生，拥有20年以上的消化外科手术经验，是一位癌症专家。作者通过本书告诉我们，预防癌症最重要的是增加肌肉。所以大家一起来增加肌肉吧，减少全身的炎症，远离癌症，远离各种疾病，远离衰老，保护未来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癌症。众所周知，癌症是日本人死亡原因的首位。现实是，每2个人中就有超过1个人会患上癌症。此外，根据预测数据，从2015年到2039年，癌症患者的数量将继续增加。考虑到这些数据，现今65岁以下的人患癌的概率达到70%也是完全可能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因癌症死亡的人数竟然翻了1倍。鉴于这种情况，癌症显然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疾病，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采取预防癌症的行动。而目前的医学界仍然以治疗癌症为中心，但在癌症预防方面的知识，较20年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癌症，如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现在被视为一种生活习惯病。而预防癌症的方法非常明确，那就是抑制身体的慢性炎症。为了抑制慢性炎症，我们需要改变环境因素和生活习惯。如果能改善这些环境因素和生活习惯，癌症的发生率竟然可以减少90%，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其中需要改善的生活习惯之一就是运动。定期运动能够预防癌症，这已经从以往的研究中得到了明确的证实。作者自己也承认，过去他从未在门诊中对还未患癌的人提供为了预防癌症，请进行运动的建议。因此，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运动对预防癌症非常有效，尤其是力量训练在预防癌症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此外，本书还将与大家一同探讨肌肉与癌症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力量训练来有效预防癌症。关于力量训练重要性的认识，在过去20多年间逐渐积累，研究也在迅速发展，这与我们对肠道环境作为健康关键因素的认识加深如出一辙。未来健康的关键不在于药物或补充剂，而是取决于维持良好的肠道环境和肌肉健康的生活习惯。这2个方面目前受到特别关注，因此如果大家能够达成这2个目标，肯定会比现在更加健康。所以如果你们想变得更健康，一定要专注于这2个方面。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自己从未运动过，甚至不擅长运动。即使如此，也不用担心。本书介绍了一个从每天2分钟开始，在家中就能轻松进行的训练方法，适合任何人开始。一旦开始锻炼肌肉，只要坚持力量训练的习惯，肌肉不会衰退，反而会不断增长，您的身体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壮健康。一旦进入到逐步积累肌肉的储积阶段，健康的收益会越来越显著。接下来，我将进一步详细讲解肌肉与癌症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每天都会产生5000到1万个癌细胞，但我们没有患癌症，
是因为免疫细胞能够及时将这些癌细胞消灭。也就是说，如果免疫力正常发挥作用，我们就不会得癌症。而一旦患上癌症，意味着癌细胞成功逃过了免疫细胞的防御，并开始增殖。这也表明，在过去的10到20年间，免疫功能一直处于低下状态。除非我们长时间忽视自身免疫力的下降，否则癌症很难发展到可见的阶段。因此，预防癌症其实并不那么困难。例如，为了促进免疫细胞的生长和充分发挥其功能，人体需要摄取维生素 C、维生素 D、锌、铁、蛋白质等营养素。如果长期食用加工食品或垃圾食品，导致这些营养素缺乏，免疫力自然会下降。此外，吸烟等环境毒素、慢性压力、长期运动不足、慢性睡眠不足等也会削弱免疫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容易下降，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年龄增加，患癌风险也增高的原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上，许多患癌的人长期忽视了这些生活环境的紊乱。如果我们努力改善这些生活习惯，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一点在全美最大的癌症治疗中心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论文中也有明确记载。现在正在观看本视频的你们，可能有不少40岁、50岁或更年长的女性，许多人可能从未进行过力量训练，甚至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尝试力量训练。对于这些没有力量训练经验的人，石黑先生首先会解释力量训练的癌症预防效果。事实上，根据一项对约8万人进行平均9.2年的追踪观察研究，结果显示，进行力量训练的人癌症死亡率显著降低。值得一提的是，仅进行有氧运动的人并没有表现出癌症死亡率的降低。因此，从预防癌症的角度来看，力量训练比有氧运动更为有效。石黑先生看到这项研究后，自己多年积累的对癌症的恐惧也随之消散了，因为他可以想象到，只要注意饮食并每天坚持力量训练，就能够预防癌症。那么，为什么力量训练可以预防癌症呢？癌症是由于体内持续的慢性炎症而引发的。通过力量训练可以改善全身的慢性炎症，从而达到预防癌症的效果。通过进行力量训练，肌肉会释放出一种称为肌肉因子的物质。由于这些肌肉因子中含有抑制炎症的成分，因此通过反复进行力量训练可以改善全身的炎症。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力量训练有抑制炎症的效果，这是因为肌肉因子能够抑制炎症的效果是在2004年才被首次报道的，属于相当新的发现。自那以后，肌肉因子的研究得到了爆发性的进展。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超过600种肌肉因子。此外，其中一种名为鸢尾素的物质，被认为具有直接的抗癌效果。如果你想预防癌症，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善慢性炎症。为此，调整饮食习惯固然重要，但这还不够。你还需要通过力量训练，利用肌肉自身释放的抗炎物质来改善全身的炎症。听到这里的各位可能已经明白了慢性炎症的可怕性。炎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也发布了许多关于炎症的视频。简单总结一下我之前提到的内容：如果放任炎症不管，不仅会增加患癌的风险，还会导致以下变化在您的身体中发生：1、加速衰老速度；2、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3、引发精神疾病或大脑老化；4、出现莫名的身体不适；5、体重增加。看完这些，你应该能够理解，我们的许多健康问题和身体不适，大多数都是由炎症引起的。炎症的去除是健康的重要主题之一，而进行力量训练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力量训练能够解决您大多数的健康问题，这一点并不夸张，因为力量训练具有极其强大的效果。对于目前还未进行力量训练的人来说，开始力量训练将无疑使您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甚至改变您的人生。通过力量训练，肌肉会被积极动员，全身的淋巴液流动也会变得更加顺畅。
淋巴液中的免疫细胞能够迅速在体内巡逻，检查是否存在癌细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力量训练能够有效预防癌症。此外，肌肉会不断与免疫细胞互动，进行交流。力量训练过程中分泌的肌肉因子会向免疫细胞传递修复受损肌肉组织的信号。肌肉细胞释放的主要肌肉因子之一是白介素6，这种物质的分泌量随着运动强度的增加而增加，能够提升抑制炎症的细胞因子的水平。结果，白介素6不仅有助于修复肌肉，还能减少内脏脂肪，显著增强抑制慢性炎症的效果。通过力量训练释放的肌肉因子，肌肉每天都在与免疫细胞沟通，对全身的炎症反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力量训练使得肌肉不断与免疫细胞对话，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并有助于控制炎症。现在，白介素6的抗炎作用也被期待能减缓癌症的进展。综上所述，力量训练带来的好处非常显著，相信您已经对这一点有了充分的理解。那么，关于力量训练的好处的介绍就到这里。接下来，我想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于那些随着年龄增长感到自己肌肉逐渐减少的人，尤其应该积极进行力量训练。换句话说，年长的人越应积极进行力量训练，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会加速衰退。在日本，高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疾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然而，进行力量训练不仅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成为预防和改善多种老年慢性疾病的特效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能力会逐渐衰退，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会加速流失，并且这种流失从30岁左右就开始出现。如果不进行力量训练，平均每年会失去约250克的肌肉，特别是在超过50岁后，如果没有进行保持肌肉的运动，身体的衰退将变得更加明显。显而易见，肌肉如果不使用，就会逐渐退化。因此，年长者需要更加积极地进行力量训练，以维持肌肉量，并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觉。在寿命不断延长的时代，延长健康寿命变得尤为重要。即使寿命延长，如果处于需要护理的状态或是卧床不起，生活质量将大幅降低。因此，如何延长能够自立进行日常生活的健康寿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而导致老年人卧床不起的主要原因是跌倒造成的骨折。跌倒导致骨折后，因无法动弹而住院，整个身体的肌肉会萎缩，受损到无法站立的程度。老年人在10天的静养住院中，竟会损失全身肌肉的30%。此外，导致需要护理的主要原因是跌倒骨折或膝关节、腰部关节疼痛等问题，使得无法自主行动。因此，防止这些卧床不起或需要护理的原因，进行力量训练以维持肌肉量至关重要。如果腿部和腰部的肌肉强健，跌倒造成骨折的几率将大幅降低，膝关节和腰部的关节疼痛也会减少。力量训练对于延长健康寿命、保持自我行动能力的生活至关重要。经过以上的讨论，相信大家对年长者或肌肉衰退者以及想要延长健康寿命的人来说，力量训练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解。希望你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力量训练了。接下来是第2部分，从每天2分钟的处基生活开始，改变您的命运。现在从实用的角度开始，首先让我们谈谈力量训练的最佳时机。结论是，力量训练的最佳时机是早晨空腹时，因为在早晨空腹时进行力量训练，可以最有效地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大家或许听说过，力量训练会分泌生长激素，这种激素非常重要。比如，它能够促进脂肪燃烧，抑制炎症，修复细胞损伤以及消除身体疲劳。因此，为了健康和保持年轻，必须确保生长激素的分泌。而早晨空腹时进行力量训练是有效的方法。
早晨是一整天中最容易安排的时间段，随着傍晚和夜晚的到来，各种安排和工作可能会导致疲惫。这时候，即便有人让您在下班后去力量训练，也很难做到。傍晚和夜晚，运动的借口会越来越多。然而，早晨头脑清醒，经过睡眠，意志力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所以这是最容易进行力量训练的时间段。此外，正如你们所听到的，力量训练是健康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活动，可以说它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优先任务。因此，早晨第一件事就要完成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最重要的事情绝不能拖延，必须优先处理。比如说，健康饮食的核心是新鲜的沙拉，那么你应该首先吃健康的沙拉。如果等到后面再吃，最终可能会被其他食物填满，导致没法吃沙拉。所以最重要的事情要先做。力量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早晨进行力量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力量训练的习惯，首先每天早晨进行30秒到2分钟的力量训练就足够了。对于还没有力量训练习惯的人来说，需要制定一个将力量训练融入日常生活的计划。即使您明白力量训练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养成习惯，最终也是没有意义的。最终的目标是，如果在家里进行力量训练，建议每周进行6次，每次30分钟。如果在健身房进行高负荷训练，则每周进行3次。然而，很少有人能一下子做到这一点。根据石黑先生的个人经验，他说需要2到3年的时间来形成理想的力量训练习惯，所以不必着急，慢慢来。首先，将第1个月的目标设定为每天进行2分钟的力量训练。虽然听起来1天2分钟的训练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坚持下来并将其习惯化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无论多么忙碌或疲惫，每天坚持2分钟的力量训练比想象中的要难得多。因此，首先设定一个目标，希望1个月后您能够每天坚持2分钟的力量训练。初期的1到2周，您可以从每天30秒开始，然后在第3周增加到1分钟，第4周达到2分钟。2分钟的运动安排是使用间歇训练的方法，包括30秒的运动，之后休息15秒，再进行30秒的运动，休息15秒，最后进行30秒的运动，总共2分钟。例如，您可以先做30秒的深蹲，休息15秒，再做30秒的俯卧撑，休息15秒，最后做30秒的腹肌练习，然后结束。习惯化这2分钟的力量训练的关键在于早晨进行，因为早晨时间最不容易被打乱，精力充沛，意志力也得到恢复，因此最好在早晨完成这个任务。另一个技巧是将力量训练与早晨的其他常规活动结合起来。例如，石黑先生的习惯是在早晨洗完澡后，趁着头发还湿的时候做力量训练。你也可以将力量训练与早晨刷牙、吃早餐等其他日常活动结合起来。此外，力量训练的习惯化也要避免独自进行。您可以找一个朋友一起做，尽管力量训练不会立刻看到明显的效果，但如果您和其他人一起训练，可以增加持续的动力。周围可能有对力量训练感兴趣的人，和他们一起训练是个不错的选择。力量训练的2分钟习惯通常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才能养成。如果你已经完成了2分钟的训练，那么下一步就是4到5分钟的 HIIT 力量训练。这种训练方法要求在20秒内全力运动，休息10秒，重复8组，总共4分钟。这种训练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训练方法之一。它结合了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能有效提高减脂效果，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耐力，并改善血糖和血压等健康指标。因此，养成这个习惯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关于 HIIT 的20秒训练，您可以选择多种运动类型，基本上任何运动都可以，例如高速深蹲、高速波比跳、短距离冲刺、俯卧撑、跑步机上的跑步、动感单车、跳跃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只要你能每天坚持4分钟的力量训练，养成这个习惯需要6个月到1年时间。虽然4分钟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养成运动习惯并不容易。不要急于求成，应该慢慢的、稳定的建立这个习惯。比如在等地铁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零散的时间，这些空闲时间可以用来进行简单的30秒到1分钟的力量训练。这样您不需要躺下或者换衣服，站着就能轻松完成。接下来我将介绍几个适合在空闲时间进行的简单力量训练。首先，我想介绍一种臂靠俯卧撑。这种俯卧撑是在不躺下的情况下，站在墙前用墙壁做支撑来完成。方法非常简单，双手打开至肩宽的1.5倍，手掌贴在墙上，然后用手推墙，慢慢地把身体推回到起始位置。只要有墙壁，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大家可以利用空闲时间来尝试。接下来我要介绍另一种可以用墙壁来锻炼下半身和腰部的运动，叫做腿部提升。做法也很简单，双手撑在墙上，手臂展开到肩宽的1.5倍，双脚脚底贴地，然后交替将左右腿抬高到腰部以上，保持这种状态即可。这样可以有效锻炼下半身和腰部的肌肉。最后介绍一种用墙壁锻炼小腿肌肉的运动，叫做墙壁小腿提升。双手撑在墙上，保持腹部用力，站直身体，然后用脚尖将身体抬起，保持30秒。或者你也可以做脚跟的上下移动。这个运动随着平衡感的提升，可以逐渐不依赖墙壁来做，所以非常适合在等待电车等时做。尝试将这个运动融入日常生活中吧。如果你能将这些与每天2分钟或4分钟的力量训练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坚持下去，在6个月到1年内，如果你能将每天4分钟的运动和空闲时间的力量训练养成习惯，那么运动习惯就会完全建立。这时可以逐渐增加运动时间，比如10分钟或15分钟，也会变得容易。书中建议的最终目标是每周6次，每天30分钟的家庭训练，或者每周3次的高强度健身房训练。如果一开始就要求做到这些，99%的人可能会觉得困难，但通过逐步增加时间，最终成功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即使没有达到最终目标，只要每天进行2分钟、4分钟或10分钟的运动，也会明显感受到健康的提升、身体的紧致和心情的愉快，并且预防癌症等多种疾病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健康长寿的机会也会显著提高。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